穿越过异世界的人都知道，一般转生的原因不是车祸就是猝死。然而我们的女主却因意外被神明撞死而得到了转生异世界的机会，而且开局就讹了女神几个外挂，甚至直接顺走了领主一套家具。女主本是一个社畜，下班后想去和好朋友聚会，不料却被路过的神误伤致死，肉体也被砸得稀碎。为了补偿，神决定让她转身到异世界，接着她就进入了转生界面。在这之前还贴心的让她托梦给朋友家人，让她好好跟他们道别。但这其实也是补偿的一种方式罢了。不过自己可是弱女子，到了落后的异世界肯定凶多吉少，所以外挂什么的是必须的。接着他就见到转生女神，没想到女神居然还是个恋爱脑，上来就要感谢女主，正是她的死才让自己有机会见到了地球上的帅哥神。既然如此，女主也不装了，首先要让他能理解异世界的语言，接着要将他的年龄倒退，具体就是在异世界里刚成年的年龄。接下来就是关键的技能，因为异世界里充斥着剑与魔法，如果拥有任何有用的攻击技能就要去打怪。于是为了狗命，他直接要了一个靠想象制造各种药水的能力，如果可以的话，顺便给药水带个容器，毕竟在落后的中世纪，生个小病受个小伤都难免会挂掉，他可不想刚过去就再死一次。见女神仍在犹豫，聪明的女主立马搬出地球神，转生女神立马全部答应。最后女神顺便送了她一个空间袋，在一阵阵光芒中，女主就准备出发了。不过在此之前，她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可穿越过来后，他却立马觉得不对劲，因为他竟然能听懂鸟语。好家伙，原来在女神理解里，异世界语言不仅仅包括人。被女神蠢到的女主直接对着树就磕了几个头，把脑门都磕破皮了。不过正好试试自己的能力，于是伸出手凭空变出了一瓶药水，喝下后伤口就神奇的恢复了。接着再试试自己的空间袋，这样技能就全部齐了。随后女主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年龄确实是比之前年轻了10岁，但是女神这个死脑筋怎么不给自己来个胸部强化装甲呀？就这样走了整整半天，累成狗的女主好不容易看到了城镇的影子，此时的她已经虚得不行，赶紧掏出一瓶药水补补，瞬间就满血复活。随即女主来到了猎人公会，她准备了4瓶恢复药水，准备在异世界赚第一桶金。而自己刚刚也对这边的物价做了下简单的了解，自己今天必须要赚到4个金币才能成功入住旅馆。对此女主相当有信心，更何况药水没有成本，简直就是血赚。殊不知下一秒就被打脸了，女主被告知找错了地方，这里不但不收药水，更要命的是收药水的药师都出远门了。看她这么可怜，工会的前台小姐决定让她再自助一晚，至于食物就让她自己解决，并准许她在这里卖药。可叫卖了半天，1瓶都没卖出去，只因众人都觉得路边捡的草药随便煎一下居然还要几个银币。最后女主只能自闭地站在角落，好在有个大叔给了女主2根香肠，代价就是给她按摩。见此，其他猎人也开始给女主投喂，就这样女主成功填饱了肚子。可这时工会送来了一个受伤的猎人，眼见情况紧急，女主决定亲自给猎人治疗。她先让男人喝下治疗骨折和内伤的黄色药水，再用酒精给伤口消毒，最后在伤口上撒上专门治疗跌打损伤的蓝色药水。就这样男人被救活了。最后1瓶恢复药水就给他的同伴喝，这牛叉的治愈力直接让整个工会沸腾了。一番打听后，女主才得知，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剑与魔法的世界，这里的药水非常低级，要使用魔法也很困难，这跟她想象中的异世界完全不一样。这也让她的药水成为非常逆天的存在。很快神奇药水的事就传到领主的耳朵里，第2天女主就被带到领主面前，这领主一看就不像好人。女主也从猎人的口中得知，为了仕途这个老东西可谓是巧取豪夺。果不其然，领主开门见山，当即问起了药水是从哪里来的。不过他一点也不慌，女主表示药水是自己做的没错，但是现在做不了了。要问原因，那就是刚才带自己来的那个仆人抢走了制作药水的关键道具。随后女主表示愿意给领主制作药水，但是需要点时间。闻言，领主立马给她安排了一间最好的房间，只是女主并不想在这里待太久。她先是要了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萝莉女仆当做助手，并重点嘱咐女仆要在半夜准时给自己送宵夜。随后在女仆来送饭时，就用药水将其放倒。紧接着只见女主打了个响指，房间里的家具就进了她的空间袋，顺便把晚餐也收了。随后扒下了萝莉的女仆装，又剪下一撮自己的头发制作变身药水。接着就到了变身环节。最后他推着餐车顺利走出了房间。等到第2天领主过来，已是人去楼空。此时的女主已经逃到了荒郊野外，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女主又改变了外貌，随后便躲在树后吃起了小汉堡。很快领主就发布了捉拿女主的悬赏，不过猎人都不打算将女主交出去，毕竟他昨天才救了一位猎人。于是众人假模假样的随便溜便回去骗赏金了。见此，女主也在心中默默感谢他们，不过她还是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下一步向帝都出击。这个女主有多牛叉，在异世界一觉醒来就被当成了女神。女主起床气还挺大，只是没想到自己会被当成女神。为了避免麻烦，她决定顺势装下去，对面前跪着的几人谎称自己是来自其他世界的女神，与这个世界的女神是朋友。没想到几个傻孩子还真的信以为真。一番了解后，得知这对兄妹是隔壁国家伯爵的孩子，还有一旁的金毛女骑士是其护卫。他们来这个国家是为了探望祖母，只是祖母如今生病危在旦夕，妹妹恳求身为女神的女主能为祖母降下祝福，救救她。一番思索后，女主答应了。
只是直接用外挂的话怕被怀疑，所以他强行给自己加了一个设点，那就是要求他们讲个悲伤的故事，因为女神的眼泪可以入药。于是兄妹俩搜肠刮肚讲述了自己这辈子以来遇到的最难过的事，但是都被女主给否了。可就在轮到女骑士时，她却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悲伤事，于是便将自己母胎单身的一生讲了一遍。没想到效果拔群，女主当即哭得稀里哗啦。随后女主将蓝色的药水给了哥哥，让他用于治疗生病的祖母，另外2瓶则给了女骑士，1瓶给她自己喝，只不过前提是要当着自己信任的人的面再喝，另外1瓶让她救死扶伤。时间很快来到1个月后，伯爵回邻国后将此事报告给了国王，将遇到女神以及药水能治病的事一并说了出来。不过在场贵族觉得此事子虚乌有，认为伯爵在说谎。为了自证，女骑士只好掏出女主给的药水，随后一口喝下，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女骑士竟然大变了模样。不过恕我眼拙，实在是没看到哪里变了。随后女骑士将最后1瓶药水献给了国王的王兄。原来在很久以前，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而导致右臂受伤，从此右臂失去了知觉，因此王位便传给了弟弟。如今弟弟希望他喝下药水恢复手臂以继承王位，果不其然，在喝下药水后，王兄的手臂恢复了行动自如。不过他却婉拒了皇帝的请求，只因自己早就已经开始摆烂了，什么都不感兴趣，躺平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随后他又将目光投向旁边的女骑士，与此同时，女主终于抵达了王都，她换回了自己原本的模样。由于自己的药水太逆天，她不敢卖了，所以她来到一家当铺，想把之前从男爵那里顺的银器卖了。可老板却怀疑这些东西是偷来的，实际上也确实是偷的。好在女主的演技在线，在谎称是自己去世的母亲留下的珍贵遗物后，老板流着泪给出了最高价。虽然启动资金到手，但是稳妥起见，女主还是准备找个班上。她来到一家餐馆当起了服务员，顺便在这里推出前世的食物，很快就吸引了大批顾客，就连王子等人都慕名前来。不过其实他们另有所图，因为女主在空闲时会给人解答疑惑，以此来赚点外快。现代人的思维对这世界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降维打击了。很快就轮到王子等人，见对方抛出了一道经济问题，可女主反而却让他们降低税收，因为税收低了，人才有多余财力，农民的生产力才会加大，商人的购买力也会增大，这样才能带动经济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王子一行人回去后，只觉得女主不简单，不仅发明了美食，还能轻易解答各种难题，这让王子直接生出了想要她的想法。而自从女主来到了店里，带来了数不清的回头客，女主竟第一次生出这样平淡的生活下去倒是不是不可的想法。不过王子那边却很快就开始了行动，来到女主这里就是无所不问。很快女主就受不了了，毕竟自己还是个服务员，还要服务其他顾客，而自己又不是他的专属顾问，再这样继续缠着自己就让他滚蛋。闻言王子直接急了，抓着女主就要带走，不曾想其他顾客通通将他堵在门口，见此王子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原来王子并不是想对女主死缠烂打，实则是他觉得女主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身边人给出的建议是先把对方当成一个女性看待。随后几天王子果然没有再出现，可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结束。就在这天，女主正在扫街时，面前来了一辆马车，给了她一封信和一个箱子。手紙の中身は招待状だった。1週間後、王宮で開かれるパーティーに参上せよと。这个国家的王子有多离谱，竟然要女主当他未来的王妃。原来女主在收到王子宴会的邀请函后，很快就得出了最优解，那就是赶紧跑路。她先是跟店里的小伙伴好好道别，不过直接跑的话，怕他们被王子找麻烦，而且王子也没发现她制造药水的能力，所以她决定前去会一会这个王子，之后再跑路也不迟。她穿着之前从男爵那顺来的礼服来到王宫门口，门卫被她凶恶的眼神着实吓了一跳。进入王宫后，女主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女仆装，然后就干起了本职工作。而王子这边正焦急地东张西望，他始终看不到女主的身影。原来在这场宴会上，他将选出未来的王妃，拥有过人才学的女主无疑是他的最佳人选。然而等他找到女主时，却发现女主正在端盘子。王子大声质问女主在干什么，女主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毕竟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小的服务员，信里只说让她过来，还以为是让她来工作。至于王子上次送来的装有礼服和首饰的盒子，那人什么都没说扔下就走了，还以为是送给隔壁的呢，放大街上就没管了。不过眼下王子顾不上这些了，他表示人到了就好，穿什么衣服不重要。而就在下一秒，王子抓着女主，打算在众人面前宣布女主就是他的未婚妻。女主当然不可能答应，她先是委婉的拒绝，平民怎么能嫁给王子？可不料王子让她在某个侯爵挂个养女的名号，然后嫁过来就好。看王子如此油盐不进，女主只好直接拒绝，理由倒也很简单，那就是当王妃是世界上排名前3的辛苦职业之一，不但没有隐私，还没有朋友，在讨厌的人面前还得假笑，生完儿子还要为了外交生女儿，而丈夫就在床上和其他女人快活，这样的人生没有一点乐趣。这番话直接戳中了国王，王妃们则是掩面而泣。然而说完这些戳心窝子的话还不够，女主又表示嫁给伯爵和侯爵也大差不差。就这样，她又把女贵族们多年的不悦说了一遍。而女主想要的可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至于王妃，就让那些千金大小姐去当吧。事已至此，王子仍旧执迷不悟，他需要女主的聪明与美貌来让国家有更好的发展。闻言，女主直接就怒了。原来说到底，王子只是想利用她，完全没考虑过她的感受。难道在王子心中这是无关紧要的事吗？王子被她问得哑口无言。可不料突然女主就打碎了一个盘子，拿起一块碎片就朝脸上划去。这样一来，
自己就是一个丑陋的平民小姑娘，对王子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随后女主就潇洒的走了，只留下贵族们愣在原地。随后女主气喘吁吁的跑到门口，门卫大哥也是个好人，以为她被贵族欺负，就给了她一些盘缠跑路用。就这样，女主又出发前往了邻国的王都。到地方后，她准备继续打工。女主也是有原则的，放着大厂的 offer 不要，直接来一个工坊当后勤，因为自己每天只干8小时，自己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可老板却说有试用期，因为这份工作已经劝退了好多人。果然开门一看，发现这里杂乱不堪，而且味道还很上头。不过就这还难不倒女主，她可是有外挂药水，那就是原来世界上最常见的洗洁精、洗衣粉、去污粉，洗碗、洗衣服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饭菜里也偷偷下了猛汗药，至于臭味就用上自己特制的除臭剂。随后这天，女主看到员工在修酒瓶，女主突然灵光乍现，自己虽然不能卖药水，但是可以卖药瓶。好在转生时向女神要了随意创造药水附带瓶子的技能，就这样女主又多了一份收入。瓶子的来历就找个无中生有的借口，可钱多了就容易被盯上。这天女主出门买菜的功夫，钱袋就被扒手顺了。不过女主一点也不慌，那个钱袋只是在掩人耳目，真正的钱袋在自己的道具箱里。但很快女主就发现，原来即便是到了异世界，也有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为了活下去，许多孤儿就只能去偷钱。于是女主决定在晚上用药水给贫苦的人民治病。机缘巧合之下，之前的扒手男孩就成了她的线人，带她去找需要救助的病人。女主喝下药水改变外貌，随后再戴上面具，以女神的名义给面前一位生病的母亲治病。而至于这次的报酬，这个异世界里的人一个比一个行，女主前脚才摆脱王国的王子，后脚又被员工求婚。女主在异世界用女神赐予的外挂药水开始积德行善，给穷人治病。然而这次她却来给商会老板的女儿治病，只因老板经常发放食物给穷人，所以心善的人也会收到神使的祝福。而且女主想要在这座城市立足，必须找靠山，她已经在心中有了计划，之后有需要的地方会找商会老板。不过来都来了，这次就先顺些点心回去。离开后，女主把点心分给一群孩子，而这些孩子可是她的得力助手。事情还要从女主钱包被偷说起，只是这钱包暗藏玄机，扒手男孩的手刚伸进去就肿成了猪体。原来男孩是为了救生病的朋友，不得已才来当扒手。女主让男孩带路，用药水治好了他的朋友，接着又把他们每个人从内到外治了一遍。作为交换，他们要向女主提供情报，让女主用药水救治需要帮助的人。在谣言中，女主就成了女神的使者。然而这天她在打工时却被员工表白，让女主当他的未婚妻。女主一听他是子爵的儿子，还有点心动，而且最近他老是盯着自己，难不成他真的看上我了？不料话锋一转，子爵儿子只是想要1天体验卡，原来他只是不想被催婚，要女主当他的挡箭牌，想让女主陪他出席他大哥的生日宴会。果然女主又被当成工具人，不过她还是答应来宴会干饭，就是两人的关系只能称是朋友。闻言，自觉儿子的几个好基友却兴奋了，也想踏入行者之道，知道按照贵族的规矩，来宴会的适婚女性都要向子爵的长子送礼。女主为了计划也决定去凑个热闹，不过她可没准备礼物，所以她决定送点别的。女主先是让长子叫来她的护卫，这个护卫曾为了保护长子废了一条腿，因为他的忠义，女主决定赐予他祝福。随后女主手中的酒杯就凭空出现了药水，护卫喝下后腿立马就恢复了。这医学奇迹让贵族们连连称奇。很快女主又被王宫召见了，不过她早就有了应对的方法，这回她不走王宫的大门，直接走平民用的小门。果然这里的门卫很会刁难人，要给点小费才让女主进去，没钱的话用其他方式支付也行。于是女主干脆向女神发誓，自己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城堡一步，就算国王召见也不好使。见状门卫只好作罢，可也就是这个原因，国王见不到女主，就连神殿的人来了也不好使。女主表示自己是不会去神殿的，而且她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没必要听令于这个国家的神殿，而且你挡到我扫地了。不料对方恼羞成怒，想要用神罚威慑女主。这化学神法属实牛叉，然而王宫和神殿还是不死心，为了拉拢女主，每天跑来女主门口吵架。女主也看不下去了，只能拉着双方到广场开听证会。首先是王宫这边发言，国王想要她进入王宫，是为了女神的神谕和祝福。女主却是回答没有，因为女神基本不会干预人类，而且自己也发过誓，不会进入王宫了。接着就轮到神殿这边，同样信仰女神的女主一定和他们志同道合。闻言，女主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自己不是女神的信徒，听得众人一脸蒙圈。至于自己和女神的关系，就是平等的朋友。还有你们怎么都管我叫神使？明明自己都不给女神打工，赐予祝福完全是自己的个人意愿。当然，要是还有人想拿我当工具人的话，就再给他来个化学神法。还有最后自己对女神的形象有个疑问，为什么女神的雕像胸部如此丰满，明明和自己一样是个平底锅？穿越到异世界没钱怎么办？女主就直接卖药水发家致富，不仅能治跌打损伤，还能用于小感小冒。自从女主摆脱了王宫和神殿后，她就过上了清静自在的生活。
每天都能撸串奖励自己。不过光靠他和一群小孩给人治病是不够的，果然还是得找一些信得过的权贵。也就在此时，他碰上了之前被他下药的女骑士，就是对方变化太大，女主没能认出来。只见女主摸了摸女骑士的小脸蛋，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药水连连称奇。不过更重要的是，对方是伯爵的部下，正好让他引荐一下好卖药水。然而女骑士早就是王兄的人了，现在的她是王兄的女骑士，这就尴尬了。因为女主之前公开不会追随王室，好在王兄立马表明立场，自己不是来利用女主，而且对此事绝对会守口如瓶。接下来女主就准备向几人说明她的阴谋诡计，这回她能光明正大的卖药水了，就是药效会弱一些，只能治些普通疾病和创伤之类的，还有回家个5天的保质期，防止有人囤货或者投入军队。当然这样一来价格也会比较便宜，正式售卖就交给商会。这样一来女主很快就能有不菲的收入，终于能给自己的后援发工资了。就在女主开心的准备回宫房时，却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原来是邻国的王子找过来了。不得不说王子真的是不忘初心，这回他态度好了些，上来先关心女主之前受伤的脸。女主也是反应迅速，临场发挥，立马表示自己是姐姐。之前他们见到的是她的妹妹，想必几位中的哪位就是妹妹的心上人吧，尤其是旁边2位，一看以后经历岁月就会是成熟的好男人。闻言王子极度拉满，立马问问自己怎么样。不过他们还是想把女主请回去，然而王子手还没碰到女主就被喝止了。原来是攻防的小伙伴抄着家伙出来了，将王子团团围住。女主也笑了笑，指了指门口，请他滚蛋。王子再度吃瘪，也只好被架着离开。而女主的药水生意也有了起色，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订单，为此还专门整了快递，甚至直接做到了隔壁2个国家。有了钱之后，女主给后援孤儿团买房，而女主也没闲着，她让攻防的小伙伴做了2个模具，做出章鱼丸子和鲷鱼烧，让孤儿们售卖自力更生。到了晚上，女主还是会化身神使悬壶济世，只是她没意识到，她其实已经暴露，隔天就会收到病人的鲜花。然而因为药水的事，让本就蠢蠢欲动的帝国憋不住了，直接出兵想将女主掳走。女主这边的国王立马就召开会议，据前线消息得知，对方有2万人，这边则有4万，4万对2万，这妥妥的优势在我。而且对方越过山脉还有好几天时间，对前线的补给也会很困难。可这时却突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帝国的军队直接借道圣国绕过了山脉，而且圣国的使者也领着2万人马赶来。原来对方打着要让女主远离战场的幌子，打算将身为神使的女主带走保护。王兄深知对线还是女主在行，于是就直接让使者和女主见面。然而话没说几句，女主就开喷，因为圣国骑士和帝国沆瀣一气了。身为中立国的圣国对帝国入侵领地却丝毫不抵抗，而且女主这方也没收到圣国派马加鞭的情报，很明显圣国和帝国早就是一丘之貉了。接着他们几人就被请走喝茶，然而女主喷完仍旧觉得意犹未尽，随后就表示有点小事去就回。帝国军怎么也没想到，击败他们的竟然是川西，只因女主穿越到异世界后被赋予外挂药水，不仅将帝国的粮食榨得一干二净，还在沿途村庄的井里下药。帝国士兵喝下后直接一路拉到投降。女主准备前往阻击北边来袭的帝国军，走之前先立个反向伏案，直接跟孩子们交代后事，要是自己记了就让他们跑路。可作为女主的后援，他们也决定一同前往，而王兄这边也带了一队人。就这样他们就出发了。途中王兄和女骑士还发了一波狗粮，而女主盯着地图也有了计划。途中他们会经过几个村庄，女主先是让村民们带着粮食撤退，接着准备对村里的水井动手脚，喝下被下药的井水，绝对拉得快。第2天，女主来到一处高点，准备在这里埋伏帝国军。很快，帝国军就将要经过这里，其中领头的队伍中还有1名神官。这下他们更加确信帝国和圣国勾结在一起了。然而女主却不对他们动手，因为她盯上的是后方的运输部队。只见女主一声令下，无数装有化学药水的球朝帝国军倾泻而下。等前方的队长反应过来时，帝国的粮食和装备已经成渣了，于是他们只能负重前行，等到前方的村庄再补给一波。而这只是女主计划的第1步而已。等帝国军到达村庄后，人都傻了，先到的士兵喝下井水后就窜稀，至于这里的食物，更连一粒花生米都没留下。到达下的村庄也只能继续窜，而且烈日当头肯定很难受。然而女主这时却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原来有个村庄有口隐藏的水井，更糟糕的是有几个25仔将这个消息卖给了帝国军。眼下王兄不得不来跟帝国军交战，女主则趁机去给水井下药。可来到水井却发现有几个士兵守着，女主还在想着如何将他们一击毙命，不料手里的药却被随行的小女孩拿走。接着她就跟愣头青一样带着药水投井了。旁边的男孩还解释这是为了报答女主的恩情，女主则是对着冲来的士兵就言出法随。好在女主一身外挂，直接将药水生成在士兵体内，而刚刚女孩在投井后也被她收进道具箱里。等她出来时，王兄这边也已经解决了，顺便还收了对方几匹马，女主也顺手挑了1匹当坐骑，接着就准备回王都了。当然沿途还会给村庄的水井都下药。另一边帝国军每到一个村庄就窜一次，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抵达王都前的一个小镇。然而等他们抵达小镇时却傻眼了，只见眼前迎接他们的是整整齐齐的王国军，虽然数量上对等，但帝国军一路窜过来根本不敌，也只能投降。接下来女主就把后援团劝退了，
因为他又准备前往西边的战场。然而他那点小心思一下就被王兄两人看穿了。西の方に一人旅に出かけようかなと。ダメです。于是女主只能让王兄等人陪着一起，而这次的战争因为女主的药水而起，所以她才下定决心要亲自解决。来到前线先了解状况，目前想从北边袭击王都的帝国军已被解决，而西边的帝国军却浑然不知，还在等着王国军回援王都，而且帝国又增兵2万，于是两边就这样耗着。女主也立马有了主意。第二天，王国军就散布出已经得到药水支援的消息，帝国军一听就按耐不住，立马开战。可女主觉得诱饵还不太够，正好王兄的人头很值钱，让他前去吸引帝国军部分仇恨。于是王兄对着他们疯狂嘲讽，果然帝国军朝他冲来了。然而他们实际上是冲着女主去的，只因帝国的老六国王下令将女主放在了第一位。女主顿时感觉不妙，想要用药水，又突然心慈手软。好在女骑士及时杀了回来，一脸和善的送周围的帝国士兵领盒饭。王兄也及时的用肉身挡住射向女主的剑，而女骑士为了保护王兄，剑刃却被斩断，最后还直接被贯穿了身体。女主真是卡的一手好办。穿越到异世界后，她的外挂明明是造药水，可她却以此造出了圣剑。女主来到战场后，跟随她的女骑士被敌人一枪捅穿，帝国士兵还在欢呼，拿了个值钱的人头。下一秒，她只觉得摸不着头脑，原来是女主发怒摊牌不装了。紧接着就是一阵阵爆炸，随后就是一道光柱直冲天际，眼看逼装的差不多，女主就收了。接着她就来到女骑士面前，女主问女骑士这辈子还有没有什么遗憾，然后说到为了奖励女骑士的忠诚和勇敢，她会为来生的她准备一份礼物，无论是力量还是财富，通通都可以。当然女骑士的回答却没有让女主失望，而且她早已料到对方的回答，只不过这点小心愿就不用等到下辈子才能实现了。一瓶药水下肚，女骑士的伤就好了。随后女主又凭空变出了一把圣剑，拿到圣剑后，女骑士立马就摆好架势，一剑挥出就跟切豆腐一样丝滑。就这神器，不光对手见了发愁，队友也害怕。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把剑，而是一个由特殊合金制成，剑刃锋利到分子级别，握住就会高速震动，长得像剑的药瓶而已。然而等女主回头一看，身后一群大男人正用期待的眼神盯着自己，果然男人至死是少年，对这种东西根本抵抗不了。接着女主又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把圣剑，还贴心的给王兄发了一瓶药水。但是王兄的剑女主事后是要回收的，而另外一边女骑士已经杀疯了。虽说帝国军已经被碾压，但女主还是想要尽快结束，以减少死伤。于是女主再一次出手，只见无数的爆炸出现在帝国军上空，帝国军自觉大势已去，只好选择撤退。最后这场战争以女主所在的王国胜利而结束。而圣国那边因为女主的听话药水，俘虏已经全部交代。经此一战，女骑士发誓要追随女主，王兄欲哭无泪，而且他的剑还要被女主回收。30天后，3个国家举行了和谈会议。首先是帝国这边，说来说去，王国当然是要赔款，帝国不会轻易妥协，只因他们觉得是王国占有女主并垄断了药水，不得已才发动战争。女主回答道，待在王国完全是自己的决定，药水也有卖给其他国家，而且圣国也买了，至于帝国买不到，完全是因为保质期。不过以此为由发动战争就是帝国的不对，当然女主后面会适当延长保质期，而且为了不让帝国底裤都赔光，她已经想到了办法。经过女主的调查，帝国之所以热衷于侵略，完全是因为土地贫瘠，所以女主打算让他们去开拓西边的岛屿，造船的图纸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为了减轻帝国的压力，她也要求王国分期收取赔款。就这样，帝国这边解决了，接着就该轮到圣国这边。然而无论王国拿出多少证据，圣国对侵略一事死活都不承认。于是女主再次站出来和圣国对线，不料圣国这边恼羞成怒，从怀中掏出几百年前女神给予的水晶球，召唤出了这个世界的女神，寻求包庇。听完女主的解释，女神也明白现场的情况，女神也把话说明，她没有偏爱任何一个国家，留下水晶球只是为了处理世界的扭曲。上一次因为这种事被这么召唤过来，她就灭了那个国家，就是力度没控制好，一不小心周围的国家也遭殃了。这次看在女主的面子上就不那么做，不过女神还是要给圣国出名，至此圣国2字就被摘了。在与女主寒暄几句后，女神就离开了。4年后，女主来看帝国造的船只，只是没想到帝国将女主当成神，直接挂在船头。据说她凶恶的眼神能吓退海怪，女主却有点不满，因为她想要和女神一样，某个地方被夸大的同款雕像。4年后，女主身边的人都成双成对了，只有她还是个单身狗，所以她又打算旅行找的老公，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而且她4年来没什么变化，能想到的原因只有是女神搞的鬼。在与小伙伴们告别后，女主就准备出发，然而不出她所料，又有人跟着她一起，而且还是2对情侣给她发狗粮。女主打算前往东方，途中会路过之前她待过的国家，顺便见见她在那认识的小伙伴。只是那个国家有个对她死缠烂打的王子，果然一听到女主要来的消息，王子就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这次绝对不会失手。4年来，他拒绝了无数门亲事，只因他一直都在等女主。可等他来找女主时，又被告知那是女主的姐姐，王子又只能失落的离开。2个部下看破不想说破，只能劝王子死心，王子却是在沉默中爆发。
这个女主刚出门就被绑进了小黑屋，可她不仅不担忧，反而十分开心，只因歹徒是把她当成了美少女准备卖了。女主出门旅行，回到了刚来异世界时的国家，几人找了间旅馆准备住下。根据房间数量，前台的大妈瞬间明白女主是的单身狗，女主有点不悦，感觉被她用可怜的眼神望着。不过接下来她可以抛下神使的身份享受旅行了。没曾想刚走出门2秒半，就有几个大汉围了上来，于是女主就被关小黑屋了。以她的实力要逃跑是分分钟的事，问题是一起被关的还有几个小萝莉，女主想顺便把他们捞出去。看来绑匪并不知晓女主的身份，这样的话他们就只是美少女拐卖团。晚上到饭点时，王兄等人也发现女主不见了，几人一同分析，以女主抠抠搜搜的性格，她绝对不会错过已经付费的晚餐。到了饭点，她绝对会风雨无阻回来干饭。几人明白女主出事了，立马出门寻找。女主这边也明白他们被关在一间地下室，她注意到身旁的萝莉一脸痛苦，决定出手。女主解释道，这只是分散注意力的咒语，实际上她偷偷的用药水治好了萝莉，并在看守身上生成了会疼痛的药水。看守怒不可遏，做事就要拔出腰间的剑。然而女主一点也不慌，并表示她也会剑飞走的咒语，就是剑会飞向使用者而已。闻言，看守被吓得撒腿就跑。等到绑匪老大过来时，女主又假装无辜，毫不知情。到这里，女主也明白绑匪也是受人指使。为了揪出幕后凶手，女主决定先玩一会。于是她陪几个萝莉下棋了，棋下完再撸串喝果汁。新来的看守一脸蒙圈，质问女主这些是从哪儿带进来的。闻言，女主指了指地上的包包，这么小的包，看守当然不相信。女主只好演示一遍，当然实际上里面是女主的道具箱。看守只觉得见鬼没开2度，又狼狈的跑了。不一会又派来了一名新的看守，这个是个好说话的话痨。女主觉得可以套出些许情报，从他的口中得知，女主和几个萝莉很快就会被卖去领主家做女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做个小妾。女主明白这种绑架并且买卖奴隶的非法行为绝对不会是这些个小流氓能做出的事。为了揪出幕后黑手，女主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准备搞事情。第二天一早，几人就被装进几个木桶里准备运走。女主在途中凭空生成了一把匕首，接着就把身上的绳索割断。然而她一不小心给自己的小手划了一下，疼得不行，赶紧掏出一瓶药水补补。可转念一想，自己明明可以将绳子收进道具箱里，这波血亏女主只感觉自己是个大傻瓜。也就在此时，马车来到了城门口，门口的小兵看都不看就要把绑匪放行，女主则在此时钻出木桶求救，可他们却都将女主当成透明人，假装没看见。女主瞬间明白他们都是一伙的，只觉得好气，准备动手。先是一个化学药水直接爆炸，再用一道光柱给小伙伴们传递消息。对方见势不妙，想要对女主动手，却被女主一脚木桶击退。接着女主又生成了辣椒药水，对方瞬间只觉得辣眼睛。在女主的一套连招下，所有人全都倒地不起。搞定后，王兄等人终于赶了过来，城里的其他小兵也过来查看情况。女主也给他们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至于打倒这群人的功劳，女主全推给女神。正好领主也赶到现场，女主则将见到女神的过程为她说清楚。首先就是女神实际欧派大小和雕像不符。话音刚落，女主又吃了女神一记木盆，这才开始说正事。就在刚刚，女神下来收拾完那群人就升天了。走之前，她特地交代了几句，要求严惩所有参与诱拐少女的犯人，但凡漏了一个，她就要把领主家抄了，实在不行再把城镇炸了。闻言，众人被吓得脸色铁青，领主赶忙下令将绑匪全都抓住。至于绑匪的据点，女主已经用药水标记出来了，当然她也说这是女神干的。事后之前被绑的萝莉也被家长认领，但其中一个在诱拐之前就已经被父母卖了，接下来她就会被送去孤儿院。女主则举手表示要将她收下，这样一来自己就不用一个人吃狗粮了。女主等人动身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女骑士不解，同样是借用女神的名义，女主为什么不亮出神使的身份？女主则是回答道，那样做的话，怕是之前的麻烦事会再来一点，为了旅行现在必须低调，可这样骑马怕累着刚收的萝莉。于是女主想要坐骑来拉马车，坐骑一听不乐意，因为怎么说她都是战马。女主则是一抬手变出一辆战车，当然这个也是药瓶。这才是异世界女神的正确使用方法。女主对着天空直接嘲讽女神欧派太小，只为了从女神那得到几个木桶。为了旅行，女主长途跋涉困得不行，突然她想到一个缓解疲劳的方法，那就是泡温泉。在前世里，温泉可是有养颜的功效。闻言，队伍里的几个妹子也是兴奋得不得了，决定去泡波温泉回血。为了寻找温泉，女主特地带上了温泉探测器，当然这个也是药品。没过一会，真就找到了一处温泉，而所谓的功效其实是女主在温泉里偷偷下药。随后女主又开始八卦起队伍里的妹子的感情生活。首先女骑士受到盘问，女主八卦她和王兄进行到了哪一步。闻言，女骑士一脸蒙圈，大家不是一直都在一起的吗？从西走到东，然后就到了这一步。而至于俩人平时谈论的也全都是关于如何保护女主的。面对钢铁直女，女主也是很无奈，转头问向另外一个妹子，平时和男朋友会谈论些什么有关于 love 的话题。而女主则更是扎心了，她可是2辈子的单身狗。另外一边，王兄两人逮住了3个鬼鬼祟祟的小伙子，3人称是附近村庄的村民，他们邀请女主一行人到村子里做客。女主一看对方就不像好人，王兄和女骑士也有所察觉。就在他们要拒绝时，女主却一口答应，
只因女主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而且他们要是搞事情，不用担心女主会出手。到了村门口，村长热情地出来迎接，将几人请进了一间房子。女主看到周围全是壮汉，瞬间觉得不对劲，难不成这里是？饭后，村长终于开始说正事。既然女主等人来了，就是村民，不是外人。可最近村子却被盗贼盯上，要是能有战力高的人出手就好了。女主一听，原来是道德绑架，女骑士则还以为装叉的环节到了。对方看到女骑士被拿捏，感觉应该有戏。就在他要起身揽下任务时，却被女主抢先一步表示祝你们健康拜拜了。眼看计划被女主搅和了，对方开始喷女主。看到对方本性暴露，女骑士也明白差点被当工具人。就在女主等人要离开时，村长赶紧跑到前面跪下。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此，可最近却有盗贼来收保护费，而领主不会因为小小的村庄而派出军队。村民都是实打实的战五渣，实在不敌那群盗贼，只能将希望寄予对女神的信仰，祈祷附近会有高人经过出手帮忙，所以才想请女主等人出手。闻言，女主则是无奈的反问道：即便这次帮了他们，那下次又当如何？难不成他们要一直依靠别人？被女主这么一说，村长幡然醒悟。村里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站出来要保护村子，请求女主等人指导他们战斗。接着村子里又有更多的人站了出来，这才是女主想看到的局面。早这么说，女主不就答应了？当然主力还得是村民自己。于是女骑士则开始训练这帮村民，女主则吩咐村民在围栏上缠上荆棘，再在上面抹上强化剂和毒药。为了布置陷阱，木盆不太够，女主只好向女神借点。キャベツ食べたり大豆食べたり胸を大きくする努力をいろいろしてるそうですよ。很快，村里所有一切都布置完毕。不久后，一群盗贼就来到村门口，而被女主强化过的围栏如今坚不可破，盗贼只好强行穿过。女主的毒药也生效，放倒了不少盗贼，其他的盗贼则身中陷阱。不一会，盗贼们就被收拾得七七八八了。可不出意外，应该是要出意外了。之前的小伙阵刀没拼过，落入了下风。关键时候还是得女骑士出手，手中的剑轻轻一挥，旁边的树就倒霉了。盗贼首领被他和善的面容折服，只能投降。完事后，女主又来享受温泉。接下来，她打算回归老本行，开间药店。就在她为药店想个好名时，旁边的草丛却传来声响。女骑士立马朝那边扔去一记木盆，一声清脆的声响后，钻出来王兄两人。两人说是为了他们安全不得已才过来。当然，这种屁话一秒就被女主识破，很明显是为了偷窥露天温泉，所以才靠这么近的吧。穿越到异世界，女主主打的就是一个大恶人，又一次卖药水干回老本行做黑商。女主的新药店正式开张。来到异世界，她本来就打算卖药续命，一分钱不花就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异世界的药水少之又少，她的药水绝对能大卖。例如这个治疗瘙痒的药水，在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军人病的瘙痒病症，实际上就是脚气。而女主这里治疗军人病的药水有3种，根据药效所售卖的价格也不同，最便宜的也就相当于前世的300日元。然而这是女主故意挖的坑，等着顾客往下跳。那只是一种缓解瘙痒但不能治愈的药，只要用上后根本就停不下来，细水长流，慢慢榨干他们的钱包才是女主的阴谋。即便他们买能治愈脚气的药也不打紧，反正他们还会换上，只能被迫当回头客，最后还是得乖乖交钱。女主成为富婆，而且店里还有个萝莉卖萌来吸引顾客，自己的店解决了，女主就准备去帮助小伙伴。她来到猎人协会发布委托，不仅条件苛刻，而且报酬相当少。其他猎人看见只把女主当傻子，而这份委托其实是女主为小伙伴准备的。等他们接下后，女主又详细说了委托内容，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份少干多拿的工作。而女主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是为了作为正常的平民入住这个小镇，同时也是为了给2个新人打造出名气，以便上涨身价。毕竟俩人不可能一辈子跟着女主混，所以他们只能假装不认识，之后再制造机遇回到一块。至于王兄和女骑士则完全被他晾在一边，两人只能偷偷的在背后暗中观察女主。王兄也明白这是女主在给他们2个制造机会，奈何女骑士一心担心女主，王兄真是欲哭无泪。在回去的路上，女主则雇佣了一个孤儿拿东西。闲聊中，女主得知这一片都是孤儿的地盘，但是他们不偷不抢，只凭力气挣钱。闻言，女主若有所思，表示自己家里也有2个孤儿，曾经他们偷过自己的钱包，另外一个也差点得病死了。现如今他们凭自己的本事成了猎人护卫。没错，女主说的就是刚才那2个小伙伴。随后女主打算在这里发展新的后援团，告诉男孩如果同伴中有人受伤或生病都可以来店里找自己。男孩很是吃惊，毕竟女主看起来也是个小孩，是如何开这么大的店的。随后男孩回去后正发愁今晚怕是不够钱吃饭时，女主恰好派小伙伴来给这群孤儿投喂。不久之后，女主的药店里接到一笔大生意，对方是王都军里的一名中校，来找女主是打算垄断军队里的药水。一番拉扯后，女主答应供应药水，毕竟有了中校这条大腿，
以后他的生意想必会更加起色。按照约定，女主跑来给中校送药水，穿上店里的服装，借机给药店打播广告，顺便观摩一下军队里士兵的训练。眼前正是通讯兵用蜡烛通过摩斯密码传递信息，有时速度太快，连中校都没能读出来。然而女主却一眼看出来了。回去后，女主又被禁卫军找上门，对方称王督军中校根本不给他们发药水，没办法，女主只好答应把下一批药水给他，之后再找中校问清楚。可解决完这桩麻烦，又跑来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伯爵是药店的房东，他掏给女主一张合同，要求女主上交该店50%的收入等一堆不合理的要求，完全就是不平等条约。要是签下的话，女主不得把底裤赔光。对方则是嘲讽女主，让她动动脑子，稍微涨价格。闻言，女主气炸了，那就如对方所愿，动动脑子，脸色一变，随后淡定地答应签下合同。伯爵走后，二房东才交代事情真相。原本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妇，被伯爵威胁才将房子卖了。不过女主已经有了计划，准备让伯爵吃瘪。第二天伯爵过来时，药店摇身一变成了便当点，而女主已经把药店搬走了。伯爵气势汹汹地跑来质问女主，可女主并没有违约，他就也拿女主没办法。而且伯爵要是再买下这间房子，他大可以再搬走。当然他可能会考虑去王都军里开小卖部，实在不行再搬去别的国家。就是走之前可能会有谣言把伯爵的名声搞臭，在女主的施压下，伯爵不得不妥协，他会把之前的房子卖回去，女主则趁火打劫，要求要低于收购价卖回去，再跑到二房东那和善的压低房租。事情解决后，女主准备把便当店换回药店，可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便当全部售空了，明天的订单也堆到了50份。这波伯爵属实是亏麻了，而眼下急需人手，所有人都只能来准备便当。女主在女神那得到的外挂是真牛叉，明明说好只是读懂异世界语言，可她却能一眼破译军火商的暗号，因此还被子爵拉去寻找宝藏。在上一集，女主开的便当店一不小心就火了，现在除了卖药水，每天还要一大早起来做便当，自己挖的坑现在只能老实往下跳。便当卖完才开始打理自己的药店。而为了促销，店里的便当还分别用了4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很快女主就发现不对劲，明明所有便当从菜谱到配料都是自己想的，为什么唯独用自己命名的便当却无人问津？于是她便向顾客们搞起了问卷调查。有人觉得女骑士的便当量大超满足，有人觉得王兄的便当没有油炸食品相当健康，还有人觉得小萝莉便当的味道就像是女儿亲手做给自己的一样。至于女主的便当，偶尔吃一下倒也不错。至于口味吗？而如今药店除了卖药，还在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说是药店其实更像杂货店。突然女主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要是能让王兄来当外卖小哥，药店就完美了。一想到这个，女主就一脸坏笑。王兄也感觉不妙，怕女主要搞事情。到了这个点，女主得去给中校送药，留下王兄和女骑士看店。可女骑士要暗中保护女主，最后只剩王兄一人。而女主明明是在给王兄他们创造机会，无奈女骑士又偷偷地摸了出来。不久，女主就到了中校的办公室，另外一个人是王都军的中队长。一到地方，女主就开始向中校兴师问罪，为什么他们没把药发给禁卫军？中校也是一脸蒙圈，因为禁卫军跟他没半毛钱关系。女主觉得他没说谎，真就如他所说，这锅确实该由自己来背。可抬头却看到桌面摆着不得了的文件，得知中校倒卖药水后，女主想要结束交易，证据就是这一张纸上的内容，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女主药水的价格。中校却是一脸吃惊，因为女主手里拿的是军火商的加密文件，而且被他轻易破解。女主人都傻了，刚刚一不小心就装了一波叉，归根结底还是多亏了女神给的读懂异世界语言的能力，只是没想到其中包括暗号之类的。他询问中校可不可以假装这事没发生，中校当然不可能答应，必须向女主问个清楚。不过中校并不怀疑女主是军火商其中的一员，毕竟他不可能蠢到把内容都明目張胆的说出来。话都这么说了，女主只好演示如何破译。在他的讲解下，中校两人也明白了原理，就是有个疑问，女主为何能在一瞬间完成这个过程？闻言，女主开始装叉，淡淡的说道。中校也没多想，毕竟女主前几天刚破解摩斯密码，女主则慌得不行，怕又被当成神使什么的。好在中校只是觉得女主是个人才想要她参军，可女主只想老老实实卖药水，只能说不。回到药店后，他终于松了口气。然而没过一会，刚刚的中队长又跑来请女主到他家里帮忙干件事。女主觉得可以，但只要加钱就干。到了地方，发现中队长家里还蛮大的，原来他还是一个子爵，就是家里看起来并不像贵族一般富裕。中队长也向女主说明要请他帮忙的事情，其实他是要找宝藏，原因是这几年他的领地一直欠收，只能掏出家里的小金库补上。虽然勉强能过日子，但要是再发生什么肯定顶不住。好在他家里还有一笔隐藏的财产，在很久前他的祖先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当时他们也靠着这笔钱财度过了危机，剩下的部分则一直传了下来。可3代前的家主去世的太快，导致财产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封信。他想让女主破解找到宝藏，可这上面的内容看了就如听一席话，只告知了留下宝藏。气得女主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这上面的内容明显不是暗号什么的，靠这个找出宝藏是不实际的。不过女主有另外的方法，
这次他变出金属探测仪，启动后却指向了中队长。地下の距離も短いから鉱脈探しとかには使えなくて。ちゃんと精錬された高純度の金でないと反応しませんよ。お、こちらです。看来是对他的钱包起了反应，那就加个条件，要求300克金币以上。这回指向了楼上的房间，最终找到了中队长的小金库，里面除了几个小金币什么都没有。于是女主又加了个条件，把金库除外。这回探测仪彻底没了反应，两人强颜欢笑后无比失望。看来这里没有金币或金山之类的。然而女主又突然觉得有些地方不对，明明她刚刚加了条件，要求300克以上，可这里的金币明显达不到。于是她又把探测条件改为500克以上。这回探测仪又指向前方，女主瞬间懂了，跑到隔壁房间。她觉得金币就藏在墙壁中，可撬开后只看到隔壁的金库。では私はこのくらいで。也就在此时，和女主一起的萝莉来向女主要药水，她喉咙疼，女主以为她是感冒了，但她只是脖子被虫子叮咬。女主掏出药水后立马就见效，好在这个喉咙痛不是因为内部感冒，而是外部叮咬。这也让女主突然有了大胆的想法，她取来一块硬币，在金库划了几下，原来宝藏不是在金库里面，而是在外面。这个金库本身是由纯金打造的，有了它，中队长就能度过危机。女主觉得这治标不治本，建议他对症下药，采用重抗寒的作物等措施来解决欠收。原因なら深い井戸を掘るとか川から水路を引くとか。もし冷夏が原因なら北方から寒さに強い品種の種もみを入手してでなくトウモロコシや芋を栽培するのも手ですよね。なるほど。としてはあまり魅力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いざという時は儲けより人命でしょ。为了感谢女主，中队长请她留下来吃饭，顺便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她。可女主觉得两个儿子看自己的眼神有点不对，难不成他们迷上自己了？不由得在脑海里幻想嫁入子爵家里后的小日子。两个儿子也为了女主开始吵了起来。カオルさん、お願いがあるのですが、軍人病治療薬分けてください。知ってた。